做到这一条，你的人生真的不会过得太差。为什么要这样内卷？为什么要搞雌竞？你可以摸鱼，但你不能真的菜。巨额的大款，是因为你看起来比较盘吗？加油，你是最棒的女孩子，你永远高能量。你觉得朋友是什么？分道扬镳。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社交技巧、说话技巧、变美小技巧，就很多观众给我留言说，安娜可不可以分享一些给20几岁女生的小建议呢？懒人包的概念，我跟你们说，还真的有。虽然呢，我现在已经37岁了，20岁离我真的已经有一点点距离了。可是呢，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感受、体会的时候呢，就会把当下那个体会记在我的手机的记事本里面，不停的更新。本来这些小心得呢，是我打算在我小孩的成长过程中告诉他们的，毕竟这些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也真的是我的心血总结。但既然大家已经问了，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9条让你人生过得更好的建议。那马上开始吧。不要恋爱脑，不要乱结婚，不要乱生孩子。不论你是男生女生，尤其是女生，做到这一条，你的人生真的不会过得太差。不恋爱脑绝对不等于不恋爱。我觉得在确定婚姻关系之前，就应该多去尝试，多去恋爱，多去感受爱情来的那一刻很上头的感觉。练习多了，你才知道自己要什么。当爱情来的那一刻，你依然心动，依然热烈，只是多了一份理性。很多人在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会有个疑惑：老天，我当时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看上他什么了？到底？这种疑惑再多也好过后面再加一句，我怎么现在还跟他在一起啊？在长长的人生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历练，你可能已经恋爱脑了，或者可能已经身处在一段并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恋爱或者婚姻关系里面，可能遇到了劈腿的人、自私的人、一直花你钱的人，集齐了各种爱情的渣，有一天你才突然醒悟，没有关系，只要哪一天醒悟了就可以，我们醒悟了再爬起来就好。千万不要一个人对你很好，你就失去理智，想要跟他共度一生，想要给他生孩子。你要爱的是一个本来就很好，而且对你最好的人。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那种做到多少事，对方绝对爱上你这种鬼话。你怎么知道你喜欢的那个男生有没有其他的女生也刚好喜欢他，然后那个女生也刚好看了这条影片，然后你们大家都一起学习，一起实施这样的恋爱技巧，最后不就是恋爱技巧的通货膨胀吗？为什么要这样内卷？为什么要搞雌竞？不要相信结婚可以挽救恋爱，不要相信生孩子可以挽救婚姻。一段好的爱情呢是平等的，绝对不是只有一方去迎合另外一方，要拼命想办法不要让对方离开自己，更不是扯入第三个生命成为自己婚姻的筹码。经营婚姻也好，养育小孩也好，都是非常辛苦的事情。这么做除了害到自己、害到小孩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好处。各位，我们走大女主路线的女生是不屑于前往高地路上的一枝片叶的，所以请专注在自己身上，永远提升自己。当你走到下一个 level 的时候，再回头看，不对，你根本不会想要回头看。既然说到永远提升自己，这就是今天的第2条建议。一个人的价值和他的技能是相匹配的，大家的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不可能每一种技能都去学。那我个人的经验呢，是先学生存模式下的技能，再去学生活模式下的技能。所谓的生存技能呢，就是指可以帮你赚钱的；那生活技能呢，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哪怕现在你学了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的技能，也好过浑浑噩噩的过了一整天。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真的2元论，生存模式跟生活模式有些时候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俗话说技多不压身，你可以摸鱼，但你不能真的菜。第3点，好好吃饭，好好锻炼，保持健康，千万不要为了减肥去节食，然后乱吃减肥药。我会这么说呢，真的就是因为我青春期的时候没少干伤害我自己身体的事情，节食饿的前胸贴后背，减肥药吃的心跳过速。如果我真的可以搭上时空列车，回到17岁的时候，我真的要飞奔过去摇醒当时的自己，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我们以后要用这一副身体抵抗多大的风浪，迎接多大的挑战。再来呢，就是学习一些简单的料理技巧，绝对不是中华小当家那种级别啊。你会自己比如说炒个饭啊，做一顿面条啊，哪怕只是自己煮一颗水饺或者做咖啡做优格，这些都算。尤其当你一个人去求学也好，工作也好，用简单的食材就可以快速料理出一餐的时候，那种幸福感真的非常的强烈。那假如是工作比较繁忙的观众，没有时间自己料理，也可以找一些贴近自己口味的外食餐厅，尽量去吃原型食物。我们家的话呢，陈老师是属于对一些来路不明的茶、咖啡啊比较敏感的状态。他前几天还有喝到一个奶茶，心悸到吐，娇贵。再加上有小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家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在家里自己料理吃的，还有喝的。这样做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真的比较不容易胖，因为你在料理的时候啊，每一个调味料都是你自己亲手放的嘛。比如说在放糖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说，怎么我已经放了这么多了，它还
还不甜，这时候你就会想要停下来，因为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已经放了3汤匙了。所以后来我在外面吃一些非常甜的甜汤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害怕，因为我自己大概心里会换算一下，能达到这样的甜度，它应该要放了多少糖。我之前看到有别人分享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40岁之前你需要很多钱、很多包、很多车还有房子来证明你自己很成功，40岁之后呢，你只要健康活得够久就可以了。所以人生有些时候真的非常矛盾，对不对？但是呢，早一点知道健康的重要性，真的就不会错。第4点，做好财务规划，不要透支未来的钱去消费，不要借钱给别人，不要乱投资，绝对不要杠杆投资。那很多人会问说，刷卡算吗？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不会去刷一笔超过我账户里余额的数字的钱去消费，哪怕下个月我的账户会进来一笔巨额的大款。这什么好事吗？谁知道呢？因为呢，下一个月要进来的钱，它现在还没有进来嘛。可是呢，我现在消费的钱，我下个月是真真实实要还的。那假如这笔钱它没有进来，那我不就变成负债了吗？再来就是关于借钱这件事情啊，借钱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它会把所有的关系都变得复杂化。比如这个人他明明是你的朋友，你一旦借给他钱，你就有可能跟他的关系会变得很糟糕。我也借钱给别人过，所以我知道借出去的钱大概率是回不来的，除非这个人替你工作，你可以慢慢扣他薪水。但是普通人之间的借贷是 bad ending 居多。比如我们生活在台湾，说实话，一个拥有正常薪资的人，银行还蛮乐意借他钱的。那如果这个人想要借的钱，连银行都不愿意借给他，就证明银行已经判断过了，这人应该是还不出来他想要借的这一笔钱的，或者说风险很大。那银行都已经不愿意借了，你为什么愿意借呢？是因为你看起来比较盘吗？谁知道呢？这里能帮大家复习一下社交法则里面的利他和利规矩，不借钱这条规矩，请大家刻进灵魂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意外，然后听到一些赚钱的机会，真的会很心动，因为觉得好像一旦错过这个赚钱机会，这个投资机遇，我就要错失人生巅峰了。但是事实是，一个真的赚钱的机会是不会有这么多意外突然让你知道的。一个到处宣称可以赚钱的机会，通常都是割韭菜的开始。试想一下，你有一个赚钱的非常好的秘籍，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呢？你要人家的利息，人家要你的本金。就算因为这样的偶然，你真的赚到了一点钱，但那也不是投资，那叫投机。这样得来的钱，你在下一次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就把这笔赚来的钱还回去，甚至可能亏更多。更可怕的是，有些人道听途说一些赚钱的机遇、投资的机遇，还跑去借钱杠杆，真的很可怕。当你有一天发现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还债的时候，人生会变得非常的无趣。第5点，不要试图介入别人的人生，改变别人，筛选就好。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我过去真的非常喜欢介入别人的人生，包含借钱也是介入别人的人生。我曾经有一个员工，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哭，我就过去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家人吸血，所以导致他欠了一屁股的债。我听完之后觉得好生气的，我就觉得他好可怜呢，所以我就帮他把那一笔债全部都还掉了。他当时真的泣不成声，我也觉得我自己好棒棒，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把一个深陷泥潭里面的人拉出来，很棒。但结果就在我帮他还完钱这个事情过去1年之后，我发现他又去借钱了，并且呢，在这个期间我也发现他的消费观有一些不小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都觉得有一点贵，或者说我觉得那东西其实没有必要花钱，但转眼我就发现他已经买好了。后来呢，我就反省我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改变另外一个人。当一个人欠钱的时候，你猜他为什么会欠钱？成年人的世界呢，就是筛选大过于教育，这一件事情可以适用在一切的关系里面，包含友情、亲情、爱情、职场关系，还有我和我的观众之间也一样适用。比如在我的频道，时不时就会有一些留言上来就很呛，但我通常的做法呢，就是放着或者直接拉黑。我不想要浪费我人生的时间去做任何的解释或者自证。YouTube 有一个开放给创作者的功能，我觉得很棒，它叫在频道隐藏这位使用者。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筛选器，尤其是像爱情、亲情这种比较长期的关系。比如说你不喜欢酒味，你就应该去找一个本来就不喝酒的人，而不是让一个酒精成瘾的人戒酒。又或者你喜欢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你就应该去找一个经济状况好的另一半，而不是强迫一个不看重物质生活，然后又不怎么上进的另一半赚大钱。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给他扶上墙；咸鱼躺得好好的，你偏要给他翻个身。结果呢，就是你好累，然后那个人呢，他根本就没有要为你改变，或者他就被你吓跑了。忙了一大圈之后，好像发生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最可怕的是，一开始你还以为你可以改变他，所以真的
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变会。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没有经历挫折的时候，没有经历伤害的时候，也一样可以获得认知的成长。这样算不算也是一种介入别人的生活？这些话都是属于我个人的抒发，我就是觉得我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啊，但是我已经不会因为别人有没有改变而感到负面情绪了。第6点，认识自己的情绪，并且和它相处。我在说这一点的时候，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接下来我要说一些鼓励大家的话，加油，你是最棒的女孩子，你永远高能量。你好适合当 C 父吗？我曾经呢也是觉得我应该要时刻保持高能量，因为我常常在看网络上的一些长影片也好，短影音也好，都是一些鼓励大家的话，看到那些自律的自己、高能量的自己都心动不已。但是呢，在我经历产后抑郁之后，我发现强迫自己正能量、高能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从小就被有意无意的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积极的人，不要做一个消极的人，导致当我们低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厌恶我们自己。但是事实上，正面的情绪也是我们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也是我们的情绪。高能量的我和低能量的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我。其实呢，有很多电影都在讲这个主题，在这里和大家推荐2部我觉得非常喜欢、非常有趣、老少咸宜、简单易懂的电影。一部呢是《猫的报恩》，还有一部是《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呢有2部，我建议大家2部都看。如果只想看1部的话，大家可以看第2部，比较完整的描述了情绪的构建的问题。还有家里如果刚好有小朋友正在看绘本的年纪，爸爸妈妈可以一起看一本绘本，叫《情绪小怪兽》，这些都是我的宝藏哎。其实看这些电影啊，跟这些绘本之后，你就会知道，出现任何的情绪都不是你的错，而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每一个情绪去找到出口。比如前一阵子，我和陈老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就爱上了植物，因为我发现，在跟植物相处的时候，我的人可以非常 calm down， 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家多了非常多的花花草草，有的开花，有的常绿，有的我们买回来它就死掉了。我现在呢，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颗一颗一颗，我都要把它们看一整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学会了非常多的事情，有一个很大的感悟，知道了什么叫不破不立。我发现有一些枝条啊，它长得很好，可它就是不开花。我一开始真的好舍不得啊，长了这么多漂亮的叶子，可是当我下定决心把它剪掉的时候，我发现没过多久它就开花了，而且整一个植物的状态也更好了。我在和植物相处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非常多的灵感还有智慧。我不再害怕低潮，不再害怕重新开始。我们不需要任何时候都强迫自己必须要加油，你可以慢下来，甚至你可以停下来。我们其实一直都拥有选择的权利，只是我们忘记了而已。第7点，不要把自己的心里话逢人就说。上个礼拜的时候啊，我问了 Chris 一个问题，我说 Chris， 你觉得朋友是什么？他跟我讲说，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啊。这就是一个7岁小孩眼里的世界。但事实上，我们成年人的人际关系构成就要复杂很多。我们和一个人的关系建立，并不都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因为一种社会关系。比如说，你们在一起上班，你们就是同事；你们在一起上学，你们就是同学。但是，同事和同学并不一定必须是朋友。37岁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哪怕曾经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也会在某一个岔路口就分道扬镳，以后再也没有交集。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内心的话，尤其是私密的事情逢人就说。当你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比起到处跟别人说，去寻求一些建议，更好的方法是自己沉淀下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办法先去解决它，然后再云淡风轻的提起它。人性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脆弱，希望你过得好，又不希望你过得太好。你不知道你内心最柔软的掏心掏肺，哪天会变成背刺你的利剑。第8点，永远不要低估自己，永远不要害怕，想做的事情就大胆去做。就拿自媒体这件事情来说，我当初想要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呢，就有听到背地里一些讨论，一个在幕后做这么久的人跑去开频道，还要卸妆给别人看，而且2023年啦，自媒体都没有流量了，但是事实是1年过去了，这个作为我副业的频道也盈利超过半年了。当时那些在背后讨论我的人还在原地踏步，所以你要相信宇宙会给你的和你要的一样多。我出社会到现在已经快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成功的人。这些人他们都有个共性，就是或许莽撞，但绝对勇敢。很多人呢害怕失败，害怕丢脸，但事实是，当你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哪怕莽撞了，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反正就算没成功，除了面子损失的也不多啊。你都还没有开始做，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成功啊？千万不要禁锢自己，先开始再完美。9，可
以犯错，但犯错的理由不能是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就闯了一个大祸。人之所以可以在错误中成长，是因为我们人会总结、会反省，但是总结和反省是建立在我们已经思考了的基础上的。如果你犯错的理由常常是不知道，那要怎么总结、怎么反省？所以从现在开始，告诉自己，犯错的理由不能再是我不知道。我做一件事情，应该要预想到它可能会带来的结果，不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应该要知道。完整的思考完之后呢，再去做，你收获的成长会比你想象的更多。好，以上这些建议呢，应该是我的 1.0 的版本。未来呢，应该会根据我的阅历的增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更改。如果有重大更改的时候，我再来和大家 update。但我相信今天的这9点，只要你做到了，你的人生会比大部分的人都过得好。好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哎，等一下，有观众提醒我说要再教大家一次怎么样热推，在荧幕下方会有3个点，然后往旁边滑第2个点，里面就会有一个热推。每个人呢1个礼拜可以点3次热推，记得点一点哦。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